这个不知道以为我们魅族手机卖不出去了，买魅族手机送吉利汽车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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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科技不无聊，那也来吐槽，看看这2天发生了什么让人无语的事情。科技吐槽现在开始。如果觉得主播吐槽的好玩，可以打一波哈哈哈哈。如果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。我们现在开始。过去一周呢，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当然是小米发布的小米12S Ultra， 也就是徕卡。当然，小米也不算来迟了，毕竟呢还是高通骁龙新一代处理器的首发，是吧？这一次摩托罗拉啦，还有什么乐视啦都没来抢。哎呀，这个小米10个多年，终于又迎来了高通首发啊，不容易。大家觉得这个小米12S 系列的价格怎么样啊？觉得价格低了打个1。好，那我看啊，都打价格高了。你要注意，它是个全系列，12S Ultra 的价格当然还是比较贵的，但是你别忘了这个系列里边还有便宜的呢。同样是徕卡联合研发的啊，它的价格是3999啊，其实还挺便宜啊。这场发布会呢，很多同学说这个主角它也不是小米啊。这一场发布会上好像都在说徕卡，这个不知道以为徕卡把小米给收购了。哦，这个纯粹是开玩笑啊，主播调侃大家不要当真。如果你真把那个品牌给收购了啊，可能联名的价值就没那么高。吐槽归吐槽，咱们还得讲点证据。啥意思呢？你猜这场发布会上面一共说了多少个徕卡？来吧，同学们，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有的同学可能会说，这主播疯了，接下来要播2个小时18分钟来查徕卡的字数吗？我们提前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好了，这么多的字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参加今晚的发布会。那你应该知道了，是我们同事专门为大家准备好的全程文稿，连语气词都在。27341个字儿。小米发布会上一共有多少次徕卡呢？全部替换完成，最终呢完成了66处替换。哈，你有没有猜对呢？那咱能不能看看那个别人的发布会啊？比如华为的发布会啊，提了多少次徕卡？别着急，下一次直播为你呈现。我觉得还是应该查另外一个事儿，你猜这次发布会里面提了多少次小米？公布答案了啊！答案是131处。下一个。最近一周啊，整个显卡市场呢是。这个主播疯了是吧？是的啊，这个确实，最近一周呢，整个显卡市场一直在震荡，但是呢是在低位震荡。那么相对于去年同期啊，下降了可不止50%，打骨折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价格啊，30系的显卡，3660、3070、3080一直到3090 钛，那么它们的价格呢，相对于巅峰时期呢，都打了5折以上。目前我们看到呢，七彩虹的3090 钛已经降价到了12799。即便是现在这个价格啊，相对于它英伟达所定的首发价格呢，也是便宜了2000多块钱。可以说，目前的显卡呢是回归到了人们原本印象当中的那个应该有的价格，不再是那个病态的价格区间段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最近这几个月你打算买显卡吗？这里呢，对那些想买显卡的同学啊，主播良心劝你一句：你不买，我不买，明天还能降800。咱们一定要守住玩家的底线，千万不能心软。三体星人表示：不要购买，不要购买，不要购买！当年这帮家伙怎么对你的？难道你忘了吗？我说一句极端点的话，就这些显卡，我默认它就是矿卡。那显卡商家人家也得活呀。那我们挣的钱呢也是钱呢，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去年你2倍价格的时候，我们也没说啥呀，对吧？那你现在原价卖，难道我还得谢谢你吗？我拿过去推过去，不让他坑你呢他。是不是40系显卡也快来了呢？你就忍不了这么几天了吗？下一个，本周啊，在游戏圈啊，特别是任天堂玩家有一个喜大普奔的事儿啊，没错啊，就是尼尔机械纪元真正的全平台登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从官方信息发现了一些端倪，它在 Switch 平台的容量是10.9个 G， 原本 PC 版呢是50个 G 的。结果到了 Switch 呢，任天堂平台变成1/5就剩10个 G 了。各大新闻网站标题纷纷写了 PC 版50个 G 尼尔机械纪元，标题是这么起的。要我说呀，这个标题让我来写，应该这么写：尼尔机械纪元登陆任天堂 Switch
竟然高达10个 G 的容量，让人泪流满面啊！我估计这个游戏圈外的同学可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，解释一下是吧？这个 Switch 平台是以游戏性见长，不是以画面见长。10个 G 的容量有点太大了。下一个，我先拍一组自拍照片，咱们开启美颜，把这个磨皮调头，肉脸调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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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头。那么左侧呢，这是正常画质，再来一张呢是极致美颜。我也不用说别的吧，大家看到这个右下角，这边是本人，这边是美颜，对吧？来问大家啊，你喜欢哪个？喜欢原片的打个1，喜欢极致美颜的打个2，是不是故意黑小米？不是，大家误会了，我这个不是小米手机啊，不是小米手机啊。本周新闻，国外啊多家机构要求网红啊，如果发图啊，应该注明是否使用美颜。多家媒体都报道啊，那么也确实是这样的。哎，这个你说它哪张是原片，哪张是美颜呢？觉得左边是原片打个1，觉得右边是原片啊打一个2。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，和我们这个比较一下。我觉得呢，这个事儿也是见怪不怪。2021年的7月15号的时候，挪威对吧？这已经都立法说人家国外就从来不美颜，国内老美颜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国外美颜已经严重到了必须立法的程度了。当然了，这事儿谁也不用笑话谁。如果大家经常来看科技美学的直播，你会发现啊，绝大多数的手机厂商开自拍的都是默认开，我说的没错是吧？我个人的建议不用标，反正都默认开美颜，咱们就建议一下吧，反正大家都是默认 P 图的，以后呢直接改成默认全是美颜。如果你不是美颜的话呢，你需要单独标注一下本照片不是美颜的，要不然这工作量太大了啊！发了100张照片，100张全是需要标注啊，我这是美颜的，我这是美颜，我这是美颜。哎，这个反过来立法就简单多了。这个如果你想让观众看到你美颜之后的效果，你需要单独缴费啊，就有一点像这个付费广告是一个意思的。好，两个人呢都是咱们老熟人了啊。汽车界的李书福，手机界的黄章。那本周呢，终于尘埃落定了。这边吉利呢，终于是下面全资子公司正式入股魅族科技。我总觉得呢，对于魅族来说，总还是一个好事儿，起码以后是不缺钱。那么至于品牌呢，咱们以前也跟大家聊过，很多网友最终投票的结果呢，就是吉利泰。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牌子呢还是不错的。那代言人呢，咱们也不用选别人了，是吧？就是吉利泰，觉得还是不错。那我觉得剩下来说就是怎么去做营销。我看很多人提出来的都是买吉利汽车送魅族手机，我总觉得还是不够震撼的。这个不知道以为我们魅族手机卖不出去了，买东西给赠品，大家通常不会珍惜你这个赠品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你20-30万掏了，人家会在乎你这几千块钱的手机吗？不会在乎，不会珍惜。魅族品牌那会逐渐消失。咱们倒过来，买魅族手机送吉利汽车。明年魅族19定价29万9800，对吧？还不支持分期。消费电子领域最贵的手机，苹果你也得靠边站，别嫌贵啊，兄弟！我们还赠送吉利汽车1台呢。什么叫营销鬼才？不是玩具汽车。李总、黄总，来吧，有时间给我打个电话。觉得主播说的有道理的，可以打186，没毛病吧？有的人说主播瞎编，你仔细想一想，我是瞎编吗？我说的就是你这100亿往哪儿花呀？你不没处花，你给我呀，我。本周呢，并没有过多的 iPhone 14的消息，但是从供应链给出的各种传言显示呢 ，iPhone 14的4款产品2大2小将会采用不同的处理器。其中呢，数字正代的 iPhone 14和 iPhone 14 Max 采用的是老的芯片，也是 A16。对于这种做法呢，觉得这不可能，也接受不了。明明支持可变刷新率，它就很简单，苹果是为了区分数字版和 Pro 版。哎，那来到 iPhone 14这一代新产品，假如说，一个用 A16，一个用 A15，也就是高刷新率这块啊，都是高刷新率，那我绝对是举双手赞成。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说法呢？看一看大家的选择怎么样。咱说白一点啊，3个月之后的 iPhone 14，在玩游戏的时候和现在的 iPhone 13，它照样没啥差别，但是屏幕的差别那可太明显。我劝大家不要太乐观啊。刚才我说的呢，这些都是理想中的状态。最后我们换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，既用的是老处理器，用的还不是高刷新率。觉得是这种可能的同学，随便打点啥吧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小啊。有人说这个主播是不是喝了？不是，因为我开车，所以我从来不喝酒。你们可别往心，不是，你们可得往心里去啊。到时候万一我猜对了呢？
那么首先，未来这一段时间啊，马上将会迎来华为的新品发布会啊，有硬件的也有软件。团研已久的 Mate 50，我非常期待这款产品。如果近期想买华为的，那你可以稍微等待一下。除了硬件之外呢，当然还有软件系统，也就是鸿蒙操作系统。那对于华为来说，它可能才是布局更广泛的。美方制裁的原因啊，华为的硬件不可能做那么多，但是鸿蒙操作系统呢，却有机会触达更多的用户。所以即将到来的鸿蒙发布会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，大家可以关注。咱们到时候再见。那除了发布会之外呢，最近这一段时间，华为的汽车也是风头无两，不管是发布会上还是发布会之后。那这里会有同学会纠正主播的说法，会说，哎，这不对呀，华为可是宣传自己不造车啊，确实是如此啊，咱们这边要严谨一点。华为目前是更多的为车企来服务啊，比如说之前的问界 M5，还有现在刚刚发布的问界 M7等等。其实除了这些呢，还有包括华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呢，已经和北京汽车、长安汽车、广汽赛力斯啊，包括阿尔法 S 啊，包括和长安汽车发布的阿维塔等等，就这么多的汽车，其实都是有华为的身影在里。那这些合作方式呢，有的是叫做华为的智选车，有的呢是叫做华为的 HiCar 啊，类似这样的。这是华为之前所合作的小康股份啊，就是赛力斯嘛，金康赛力斯。2022年的4月到6月间，那这个股价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安汽车啊，这同样是和华为有合作，从2022年的4月份到6月份啊，这一波。如果你经常关注一些股市的分析啊，你会发现这种股票通常被称作什么？叫华为汽车概念股啊。一句话就是资本市场是比较看好华为参与到汽车领域的。说来说去啊，它毕竟牌子不是华为品牌。前2期曾经做过一期内容，有相当多的电商推出了华为的车标，有不少买了赛力斯的、买了华为的车标贴在车上，对不对？那这其实都传达出一种愿望，就是华为它到底什么时候能造汽车呢？在2020年的11月25号，首先呢，这是来自于深圳特需报啊，那么上面写到华为重申绝不造车啊，这是一个文件。还有这是观察者网，同样是在11月25号那天，华为决议谁再言造车可调离岗位啊，这是2年前，这个呢就是当时的内部文件，这里边有几点。第一个，以后谁再言造车干扰公司可调离岗位，另外寻找岗位，坚持华为不造车的战略，且无权改变此战略。你觉得未来华为还有没有可能造自己品牌的车呢？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，比如说像国外的博世，同样是全球知名的车企的服务商啊，也是巨头嘛，它只不过不造博世牌的汽车而已。那华为如果走这条路子，其实也可以。那你说华为会走哪条路呢？这里咱们就要看细节了。在文件的末尾，2020年的10月26号。而你看它有啥用啊？因为在这儿还有一行字儿，本文从发布之日起生效，有期为3年，2020年10月，21年、22年、23年。我可没说华为未来会不会造车，我可没说啊，你可别瞎编，我只是给你展示了文件的细节。3年之期已到，请龙王归位。第2天，网站标题：大言说了，华为明年造车。把门关一下。不是大哥谁？别发呀！别发呀！我啥也没说呀！我看完本期吐槽，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话呢，还可以看一下我们前2期的内容，同样是疯狂吐槽各大厂商。近期有很多数码圈子里面有名的梗啊，都是从咱们这个节目流传出去的啊，万恶之源了，属于是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，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！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牌子呢还是不错的啊，4个字的牌子嘛，记忆点还是不错的。那代言人呢，咱们也不用选别人了，是吧？就是锦鲤泰，我觉得还是天衣无缝的啊，不错。